各位同學，大家好，歡迎來到 HSK 5級考前輔導系列課，我是嚴老師。今天我們一起來看一看書寫部分。書寫部分的比較句要怎麼來做呢？說到比較句啊，肯定少不了哪個字？當然少不了我們的比字兒，沒有問題。最簡單的句型啊，就是 A 比 B 怎麼樣，後邊加一個什麼呢？加一個形容詞，怎麼說？我們來看看簡單的例子。說今天呢多少度？今天35攝氏度。昨天呢？昨天32攝氏度。那今天熱還是昨天熱？這個問題太簡單了，對不对？今天啊比昨天熱，這個就是比較句最簡單的用法。A 比 B 後邊再加一個形容詞。當然，到了5級不能再說那麼簡單的句子了，怎麼把它說的更複雜一點呢？我們可以說，如果程度深的話，在這個形容詞之前再加個副詞，加什麼副詞呢？還或者更，這個呀就是說熱的程度更深了，好的程度更深了，是不是？我們看北京多少度？北京是38攝氏度，西安呢？西安是42攝氏度，北京熱不熱？38攝氏度，高溫天氣已經很熱了，是不是啊？那西安呢？西安是不是更熱呀？所以這個時候 A 和 B 它都有什麼樣的特點？都有熱的特點，但是 B 比 A 呀，它更熱，西安比北京更熱，对不对？用我們的比字句怎麼說？北京很熱，告訴你了，北京很熱。後邊還有一小句，西安比北京還熱。兩個地方都熱，但是西安呢更熱，還可以用到更，非常好。除了還有更，也可以加深這個形容詞的程度。那第二個句子就是北京很熱，西安比北京更热，非常好。所以啊，當大家在用比字句的時候，除了用最簡單的後邊加一個形容詞 A 比 B 怎麼樣，那還可以怎麼說呢？當 A 和 B 啊都有一個特點，但是 B 的特點更怎麼樣，或者說 A 的特點比 B 的特點更強烈的時候，我們就可以在它前邊加還或者是更來加深一下它的程度。那我們接着來看第三個。第三個看起來句子長了，當然其實也沒有那麼複雜。為什麼呀？很多部分已經熟悉了，是不是？不看後邊這麼一串，先看前邊 A 比 B 加形容詞，這是什麼？這是我們比較句比字句怎麼樣啊？最基本的句型，對不對？記住了它，那往後邊加點內容，加什麼呢？A 比 B， 怎麼一點兒？可能啊，它只是比 B 的那個程度深了一點點。那我們用什麼？用一點兒，其實就是大家已經學過的形容詞的一些比較級。怎麼說呢？形容詞後邊加一點兒，多的話加一些，更多呢加的多，對不對？雙人的再加多，那程度還深，說什麼？多了。那你想要說具體多多少，怎麼說呢？說一個數字，再說一個量詞，這個呀其實就是形容詞的比較級，它後邊怎麼用？只不過我們在比較句當中可以直接把它放在後邊，用在我們的比較句裡邊，把句子呀說得更具體、更長一點。來舉個例子吧，給了你4個人，哪4個人？小王、瑪麗、馬克，還有非常著名的姚明。那小王說了什麼？說的是小王的身高，多高啊？170公分，一般中國人说1.7米。那瑪麗呢？看起来是個姑娘，這姑娘身高可挺高的，多高啊？172公分，用一般来說，我們說她1.72米。马克呢？马克个子很高了，多高
185公分。我們說1.85米，但他們仨呀都沒有著名的姚明高。姚明多高啊？姚明226公分，其實就是2.26米，非常好。看完了这簡單的身高啊，我們把它們做個比較，用比字句來說一說。就拿小王當做 A 吧，我們看小王和瑪麗比怎麼樣？來，誰高？瑪麗高。瑪麗比誰高？瑪麗比小王高，對不對？高多少？1.72米，1.7米，只高了2厘米，對不對啊？2厘米其實就這麼點兒，我們說高一點兒。那把小王當做比較的對象，來放在 B 那邊。我們看 A 是瑪麗 ，B 是小王，他們兩個做個比較。瑪麗比小王高一點兒，非常好。那老師在這兒呀，想問大家一下，反過來怎麼說？拿小王和瑪麗比呢？小王比瑪麗矮一點兒，非常好。来，再看，再讓馬克和小王比一比吧。馬克多高？1.85米，小王呢？1.7米，他們倆呀，跟85還有1.7米，就高的好像比那2厘米要多一些，对不对？我們說，高一些。誰比小王高一些？馬克。句子，馬克比小王高一些，非常好。看完了馬克，再看看誰？好，我們來看看姚明吧。姚明多高？2.26米，非常好。姚明比小王高多少？這一看都到2米了，2.26米，1.7米，高的特別多。我們說高多了，或者高得多。誰和誰比？姚明和小王比，那誰高？姚明高。那把句子說一說，姚明比小王高多了，或者姚明比小王高得多，很好。那最後再來看一看，我們說呀，在比较句當中，你還可以把两個對象具體差多少說清楚了，是不是？用我們的數字再加一個量詞，告訴別人，他們倆身高到底差多少厘米呢？我們來比一比，拿誰和誰比？馬克和小王比吧。馬克多高？1.8米，小王呢？1.85米，小王呢？1.7米，1.85米，1.7米差多少？差15公分，是不是？那15是數字，公分是量詞，對不對？那這個句子當中，馬克比小王高15公分，是不是就用到了我們的數字，用到了我們的量詞？最後他告訴你，到底這兩個人的身高差多少，說的呀就非常具體了。這個是比較句當中呀，往形容詞後邊你加東西，多一點兒，一點點，那你就說一點兒。比的時候，這兩個程度更大了，說一些，含大比更大更多呢，我們說，雙人的加多或者多了。那你想要說具體了呢？對，我們用什麼呀？用數字加上量詞，很好。接着往下看。這個比較句，用到了什麼？這兩個句型用到了動詞，很好。那我們看一看，舉個例子，先來舉個例子，然後通過例子再來看我們的句型。說，大家要參加 HSK 5級的考試了，考試成績出來了，瑪麗和馬克他們倆都去參加考試了，成績怎麼樣呢？還不錯，對不對啊？瑪麗220分，馬克240分，都順利通過了我們的考試。那誰更高一點呢？是不是馬克更高一點？高了嗎？20分。用剛剛形容詞給老師一個句子，馬克比瑪麗，怎麼樣啊？分數高，對不對？馬克比瑪麗分數高。那我用我們的動詞怎麼說呢？
說呀，這是去參加考試了，你是去做什麼？去考，對不對啊？考就是你這個動作，參加考試，去考試了，考試這個動作放在我們的比較句當中，看一看我老師給大家這個例子啊，馬克考的比瑪麗好，他們倆都去考試了，誰考得好呢？馬克考得好，所以呀，我們放在比較句當中，可以說馬克考得怎麼樣？考得好，比誰好呀？跟誰比呢？跟瑪麗比，把瑪麗呀放在考的後邊，直接來，馬克比瑪麗考得好，非常好。那除了這麼說，我們還可以把這個動詞放在哪兒？先說對象，誰和誰比？馬克和瑪麗比什麼？比考試成績。动作呢？考得怎麼樣？考得好。所以呀，第二個句子其實就是直接先把两個比較的對象告訴你，馬克比瑪麗比什麼？比考試考得怎麼樣？考得好，對不對？再來讀一讀這兩個句子。第一個，馬克考得比瑪麗好。第二個，馬克比瑪麗考得好。這個呀，就是動詞的位置不一樣。為什麼不一樣啊？有時候啊，我們這個說句子的時候啊，你說的主體不一樣，你說的話題不一樣，對不对？這個呀，先說馬克考得怎麼樣，然後說了這個動作，說一說他在和瑪麗比。第二個呢，先告訴你，我就是來比較的，就和誰和誰比呀？馬克和瑪麗比，這次比什麼？比考得怎麼樣？這個就是句子它的說的話題，說的重點不一樣，但其實意思呀都差不多，大家只需要掌握了动詞在比较句當中的位置就可以了。看完了动詞，我們再來看一看還有什麼。說呀，程度更深了怎麼辦？剛剛差20分，現在呢？瑪麗270分，馬克280分，跟剛剛比，他們的成績呀都更高了，是不是？都考得非常好，總分300分，考了這麼高的成績，這漢語水平，那叫一個牛啊！那說他們倆考的都很好，對不对？都很好，但誰更好呢？是不是馬克更好一點啊？那用我們的句子怎麼說？馬克考得比瑪麗更好，或者馬克考得比瑪麗還好，非常棒。那第二個呢？把馬克和瑪麗先放在前邊，馬克比瑪麗考得還好，或者馬克比瑪麗考得更好。所以其實這兩個句子呀，就是把刚剛动詞的位置的那個句型搬過來了，但是程度深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們加了還或者更，還和更放在哪兒呢？還是放在形容詞的前邊。所以掌握句型的時候呀，不要急，慢慢來，先掌握基本的，再看看其他成分放哪兒呢？還和更當然要放在形容詞的前邊了，所以都不用再去費力的記它，只要掌握了剛剛的那兩個句型，這還和更的位置，你直接就可以把它放對了。好，看完了這兩個，我們接着往下走。第6個和第7個，說呀，這 A 和 B 比的時候呀，可能有2個動詞，一個就是我們經常說的普通的動詞，還有一個呀比較特殊，叫什麼？能願動詞，對不對？表示什麼呀？願望的、可能的、必要的，還有喜好的這種情態類的詞，是不是？什麼叫情態類的詞啊？就是看一看你的情感，你的態度是不是有沒有這個可能性？這一類動詞大家經常會看到，
在這裡呢，把它放在這兒，給大家提個醒，還是看到它們要知道這些詞啊，要在正式的動詞你要做的那个動作的前邊。具體怎麼說呢？看個例子吧。姐姐比我會安排時間。誰和誰比？姐姐和我比，比什麼呢？安排時間就是今天幾點幾點做什麼，這個月幾號幾號做什麼，對吧？你的時間是怎麼安排的？說到安排時間啊，姐姐啊安排得更好，跟我一比呢，我就不如姐姐了，對吧？用我們的句子就是姐姐比我會安排時間。那如果說我是不會安排時間的那一個，媽媽呢？媽媽會安排時間，姐姐也會。媽媽和姐姐比一比，誰更會？媽媽比姐姐更會安排時間，或者媽媽比姐姐還會安排時間。現在呀，又加了一個程度副詞，更或者還。更或者還放在哪兒了？放在了我們的這一些表達願望、可能、必要或者喜好的動詞的前邊，表達了這些你的情態、你的感情、你的態度。再說你是對做什麼事情有這樣的感情或者態度呢？然後再加上我們的動詞，對不對？好。這個呀，就是我們說，如果有動詞的時候，在句子裡應該怎麼說？記住，先是我們的情態詞放在動詞的前邊。如果你要表達程度更深的話，我們把更或者還放在整個動詞結構的前邊就可以了。好，看完了動詞，我們再來看一看。還有什麼？說 A 和 B 比呀，還有一個先後早晚，時間上這樣的一個時間上先後或者早晚的關係。做這個動作，誰先做的呀？誰後做的呀？誰做的比較早？誰做的比較晚呢？這樣我們就可以把先或者是後放在整個動詞的前邊，來告訴別人。那具體呢？今天他比我先到公司，兩個人怎麼樣？動作是都到公司了，誰先來的？他先來的。他和誰比？他和我比。兩個人吶，他先來，但是是今天，對不對？今天怎麼樣？今天吶，他比我，然後先到公司。那反過來說，我和他比呢？我比他怎麼樣？今天我比他呀後到公司。非常好，除了先後，也可以用早晚，時間上早或者是時間晚，對不對？看一看，剛剛說瑪麗和馬克都考試了，都知道成績了，誰先知道的呀？瑪麗先知道的。瑪麗和誰比？瑪麗和馬克比。我們的句子就是瑪麗比馬克後知道成績。瑪麗先知道的還是馬克先知道的？對，這裡用的是後，所以呀是馬克先知道了成績，瑪麗再知道了成績。兩個人一比，有一個先後的順序啊，那就是瑪麗比馬克後知道成績。再看第三個句子 ，Peter 比我多了解美國。在這兒用到了哪一個？不是先後了，用到了多或者少。我們說程度啊，也可以，你知道的多不多？你知道的不如我多，那你就是知道的少，對不對？多和少也可以放在
這個動作的前邊，說明它的程度是更深，還是沒有那麼深。來看一看這個句子 ，Peter 比我多了解美國，所以其實 Peter 怎麼樣 ？Peter 了解美國，我呢？我也了解美國，誰了解的多？誰知道的多？ Peter 知道的更多一點兒，所以跟 Peter 一比呀，怎麼樣？我就比他了解的少了，是不是？那用我們的句子可以說 Peter 比我多了解美國，反過來呢？我比 Peter 少了解美國。好，這個呀，就是說，在整個你要說的這個動作，比如說先到公司，知道成績，了解美國這樣一些动作方面，誰做的時間早，誰做的時間晚，或者說誰知道的多，誰知道的少，都可以把这些先后、早晚、多少放在这個動詞的前邊，表達它的程度。好，我們接着看，如果你想要否定呢，這個否定詞你應該放在哪兒呢？看看我們的句型 ，A 怎麼樣 ？A 沒有 B， 然後加形容詞，是不是？所以呀，在比较句當中，如果你想說的是否定句，我們說否定詞沒有要放在比較的第二個對象，也就是 B 的前邊。那除了沒有，你還可以用什麼詞來否定這個比較句呢？沒有，不比，還有沒比，最後一個不如，非常好，這四個詞都可以放在現在這個紅色沒有的位置上。那我們看看例句。第一句先讀一下，北京的天氣沒有西安熱。北京的天氣沒有西安熱，所以說的是什麼？說的是北京的天氣，還有西安的天氣，誰熱呢？西安熱，對不對？那北京和西安比，北京就沒有西安熱了，所以呀，没有放在了西安的前邊。那再看，如果你說程度更深呢？程度深一點，西安呀很熱，但北京可不像西安那麼熱，所以在比较句當中還可以加這麼或者那麼，表達一種比較強烈的語氣在裡邊。那句子還可以是北京的天氣沒有西安那麼熱。再來看第二個，第二個比的是什麼？比的是物價，哪兒和哪兒的物價？北京的物價和上海的物價，誰貴呢？誰貴？看一看這個句子，北京的物價不比上海便宜，就是說呀，北京的物價也貴，上海物價貴，北京也貴，它可不像你想的北京比上海便宜，它不比上海便宜，也就是說北京的物價和上海一樣，可能也很貴，或者比上海呀還貴。這個就是否定詞啊，記住了，一定要放在第二個你要說比較對象的前邊。有幾個否定詞呢？一般呢多用的是4個，比如說沒有、不比、沒比，還有不如，記住了，放在哪兒？放在 B 的前邊，很好。接着看下一個，剛剛是直接用了什麼？直接用了形容詞，对吧？我們說呀，其實比較句就是前邊的不變，我們可以換後邊的。說形容詞還可以用 verb 加雙人的，再加形容詞的結構來說這個比較句。比如呢，
看看我們的例句。馬克 HSK 5級，瑪麗 HSK 5級，不如什麼？不如馬克考得好。比的是什麼？ HSK 5級的成績，对不對？誰和誰比？瑪麗和馬克比，誰考得比較好？馬克考得比較好，對吧？那瑪麗沒有馬克考得好，就是瑪麗，她 HSK 5的成績怎麼樣？不如，我們說4個都可以，在這兒你除了說沒有，還可以說不如誰呢？不如馬克，馬克怎麼樣？馬克考得好。對，這是一個句子。如果說，馬克考得那麼好，馬克考得非常好，強調一下呢，這麼或者那麼，直接放在形容詞的前邊，也可以說馬克 HSK 5級不如，又說錯，瑪麗 HSK 5級不如馬克考得這麼好，證明啊，馬克一定考得非常好，而不只是比瑪麗好，他呀可能比其他人都好，所以我們用這麼來強調一下。還是原來那句話啊，沒有、不如、不比、沒比這些否定詞要放在對 be 的前邊，後邊呢可以是形容詞，也可以是動詞加双人的，再加形容詞這樣的結構。我們接着看，說呀，A 比 B 好 ，A 沒有 B 好，正的說了，反着也說了，那我比來比去，覺着 A 和 B 差不多，怎麼說呢？這個呀，就用到了我們第11個句型 ，A 怎麼樣 ？A 跟 B 或者 A 和 B 差不多，差不多一樣。再加你要說他們是一樣好呢，還是一樣棒呢，還是一樣熱等等等等這些的形容詞。有時候呀，差不多後邊的一樣也可以省掉。我們來看幾個例句吧。今天和昨天比一比，今天35度，昨天也是35度，今天熱，昨天也热，這2天呀一樣，那麼就說今天跟昨天一樣熱，表示呀一樣和差不多，誰相似的程度更高呢？一樣，对吧？是完全一模一樣的。再看第2個，說今天是什麼？今天是36度，昨天呢35度，今天熱，昨天也热，他們倆呀差不多热，就差了1度，但是呢感覺上差不多，我們呢就不用一樣了，用一个差不多表示他们倆相同的程度很高，但還沒有100%的相同，就是今天跟昨天差不多熱。再看，有時候呀比來比去，感覺又差不多又一樣，大概就是99.999%，是不是？也可以呀，直接把它倆結合起來，就看你呀想說的程度有多高了，是100%確定，還是95%覺得差不多，還是99.999%覺得基本上一樣呢？基本上一樣就用最後一個，今天跟昨天差不多一樣熱。其實意思都差別不是特別大，只是說程度上有一點區別，這個呀就看大家說話的時候想表達什麼。好，這個呢就是比完了 A 和 B 不一樣，又比完了 A 和 B 誰好誰不好，肯定的說，否定的說，再來說一說，比來比去差不多的說應該怎麼用比較句。以上啊就是這樣的一些句型。那除此之外呢，再看一個例句，再比一比北京呢和上海的物價怎麼樣？感覺好像
哎，都是那麼貴，對不對？那也就差不多了，那就是北京的物價和上海差不多。這個後邊呀，有時候可能你之前已經說上海的物價很貴，北京的物價和上海差不多。前邊說了貴，後邊呢有時候也可以省略掉，這個就看大家說話的語境了，看 context 哈。再看，如果直接說呢，哎，就給你两個北京和城市，北京和上海，讓你比一比，你呀觉着是一樣的，都不是差不多了，是100%。那我們說，北京的物價和上海一樣貴。如果呀，你前邊已經討論過貴這個話題了，在這兒也可以說北京的物價和上海一樣啊，都很貴，都行。這個就是比較口語，但是考試的時候呀，應該都會給到大家形容詞，記住形容詞的位置是在後邊的。再看一個比較難一點的句型，比較高級一點的句型。A 比，哎，在這兒發現什麼沒了 ？B 沒了 ，B 去哪兒了 ？B 換成別的了，換成什麼？換成了誰、什麼、哪兒、什麼時候這些疑問的代詞，對不對？就是說呀，不管是誰，不管是什麼，不管是哪兒，不管是什麼時候 ，A 和它一比呀，都更怎麼樣？那具體我們通過一個例子來看一看，非常簡單，就幾個字，我比誰都想家。我跟誰比呀？我可能是跟所有人比，但你又说不出來這個人的名字是誰，我們就說呀，用誰來代替啊？很多的人，我跟大家比呀，我跟你們比呀，誰更想家？我更想家，我比你們都想家。用一個疑問代詞強調說明啊，我想家的程度非常深，我們就可以說，我比誰都想家，誰都沒有我想家。我認為呀，我是最想家的那個人。好，這個呀，就是說呀，我們可以用這些疑問代詞來代替掉具體的 be 到底是什麼。其實這就是一個程度非常深的比较句。怎麼說呢？再看更多的例子，來一起感受一下。第二個，這個地方比哪兒都美。比的是什麼？美不美？什麼和什麼比？這個地方和你去過的其他的地方比，對吧？跟所有的那些地方比，我們用地方，當然疑問代詞是哪兒了，对不对？地點說哪兒，句子就是這個地方比哪兒都美。在你看來呀，這個地方啊最美了。第三個，一起讀一讀。現在比什麼時候都更關鍵。更出現了一個更字兒，程度更深了。現在怎麼樣？現在非常關鍵，不管什麼時候呀，都沒有現在關鍵。我們說程度最高，現在是最關鍵的時候。那我們比的是時間，對不對？現在和其他的時間比，時間的疑問代詞是什麼時候？非常好，放在句子裡。現在比什麼時候都更關鍵，也就是說，現在是最關鍵的時候。好，那剛剛說了，我們可以把這些疑問代詞放在 B 的位置，來比一比 A 和 B 怎麼樣 ，A 和這些東西怎麼樣，來說明 A 的程度最高。那我要想否定呢？否定的時候呀，是相反的，是誰什麼時候放在前邊，後邊呢加一個不如、不比，再說你剛剛的
看起來是否定，其實你否定的是什麼？是他不如 A， 其實呀，意思是一樣的，還是 A 是最厲害、最高級的那個。我們來看看例子，誰都不如他可靠。你認識很多人，你覺着他是最可靠的人，強調一下怎麼說？哎，誰都不如他可靠，所以他是我認識的人當中最可靠的那一個。我們把人說人想到誰，誰後邊一定要加都，都後邊是否定詞，不如或者不比，不比誰呢？不比你要說的那個最厲害的人，那就是 A， 然後說他怎麼樣？他可靠。第二個，哪兒都不比家舒服。我們看看這個句子，首先呢，出現的是哪兒，看到哪兒應該討論的比較的是什麼呀？地方，和什麼比？和家比。那你覺得是哪兒最舒服呀？家裡最舒服了，其他的地方啊都不如家裡舒服。我們說呀，哪兒都不比家舒服，家裡才是最舒服的地方。再看第三個，什麼東西都不如健康更重要。這個句子說什麼重要啊？健康，健康最重要了，其他的呀都沒有健康重要。和健康一比，健康在这兒它非常重要，其他的都可以往後排。我們說這個就是你要強調健康最重要，可以用比較句來強調，那麼就是什麼東西啊，什麼什麼後邊加上健康是一樣東西啊，我們說什麼東西呀都不如健康更重要。這個就是當你用到疑問代詞和不如不比的時候，在句子當中的位置。肯定的時候呢 ，A 在前邊強調 A 級別最高。如果呀你想用不如反着來說，我們把這些疑問詞放在前邊，然後加都，加不如，加你認為最重要的東西，再加後邊的形容詞。說了這麼多，哎呀，比較句的句型可真不少，這個還真是需要你回去好好的把那些句子呀拿出來多讀一讀，多培養培養自己的語感，然後呢多做一些練習。今天啊，來看幾道練習吧。第一個，4個詞，我們來讀一讀。以往的，這次比賽，比，公平。找到什麼了？找到了比，還找到了公平。公平是形容詞，比較句，看到形容詞應該在後邊。好，那我們把它放在什麼和什麼比？這次比賽和以往的比。那這個句子就是最簡單的 A 比 B 怎麼樣的一個句子，對不對？那再看我們的答案。這次比賽比以往的公平，說這次呀更公平，和什麼時候比？和以往的比賽比，因為比賽已經在前邊出現了，所以就以往的後邊呢可以省略掉，直接這個句子非常明確，就是說比賽，所以以往的後邊就不用再多說一次了，直接的句子就是這次比賽比以往的公平。再看第二個，第二個也是看到了比，对不对？還有他的態度，又出現了以往，有一個更，更是副詞，最後堅決，更堅決，看到堅決又看到了更，一定是強調程度的，把它先放在一起。還是
比什麼和什麼比？他的態度和以往時候的比，對不對啊？那也是 A 比 B 怎麼樣的一個句型，但是程度深了，我們說更或者還放在形容詞的前邊。很好，那你的答案是什麼呢？一起看一看你的答案是不是正確的。他的態度比以往更堅決。A比 B 程度更深，最後說形容詞。好，這是2個比較基本的句型。那我們接着看下邊的練習。幸運，我，他，比，還有一個多了。你找到了什麼形容詞？幸運，誰和誰比？這就不知道，可能是我和他比，也有可能是他和我比。幸運还有一個多了，多了是加在形容詞後邊的，非常好。那這個句型是什麼？ A 比 B 加形容詞，再加多了，比如說多，還有一些等等等等啊。那我們的正確答案呢？可以說我和他比，我更幸運，我比他幸運多了。也可能是他和我比，他比較幸運，那就是他比我幸運多了。2選1就可以。再看第4個。同樣，第一個是比，還有新方案，要，實際，老方案，符合。這個句子看一看有什麼特殊的地方？找到了什麼？符合，符合是什麼？是动詞，所以這是一個有動詞的比較句。符合什麼？符合實際。找找名詞呢？什麼和什麼比？新方案和老方案比。想一想，一般啊，哪個符合實際？老的不好才要新的呢，对不对？所以這是一個 A 比 B 加一個要，要是什麼？情態詞，要怎麼樣？要符合實際。那我們就說新方案比老方案要符合實際。好，這個呀就是強調一下，要啊，表達願望的，表達可能的，表達喜歡的這樣一些能願情態動詞，我們要放在實際上這個動作符合實際的前邊，這樣就可以了。再看第5個，什麼安慰的話？一個擁抱，比，都，溫暖。剛剛說的，後邊比較高級的一個句子是什麼？用到了疑問代詞，還用到了都，是不是？所以呀，一看我們看到都，看到什麼，就知道它考你的是 A 比什麼不啦不啦，再加都，再加你要形容的那個形容詞。那這句話當中，什麼和什麼比？一個擁抱和什麼安慰的話來進行比較，什麼放在 B 的位置，所以一個擁抱一定是開頭的，對不對？一個擁抱比什麼安慰的話，都溫暖，記住了。比後邊是疑問，然後加都，再加形容詞。好，我們看完了第5個，再來看一看第6個練習。一起來讀一讀這幾個詞：一點兒，總是，多，他，比別人，做。最後一個詞是做，做是什麼？是動詞。
這個幾個詞裡邊呀，除了做是动詞比較特殊，還有什麼呀？我們還看到了一個多，对不对？想一想，多少、早晚，還有先後，對不对？那這樣考察你的是一個什麼句子呀？它就是 A 比 B 多怎麼樣，少怎麼樣，在最後再說，你要說做的那個動作，對不對呀？這道題其實呢已經告訴你了，誰是 A 呀？他是 A， 為什麼？比別人已經放在比的後邊了，所以按照我們的句型，首先你可以做到的是，他比別人多，然後做什麼？做的程度多做那麼一點兒，所以是一點儿，在做的後邊還剩一個什麼？還剩一個總是，對不对？那在比较句當中，這個總是應該放哪兒呢？非常好，不知道你們想到了沒有？想到的同學表揚一下啊！总是要放在比的前邊，說呀，他总是怎麼樣？总是比別人多做一點兒。這個是我們的第6個練習。好，我們接着往下看。第7個，只有4個詞，讀一讀。清淡不如，北方菜，南方菜。一看呢，這道題不難，對不对？出現了不如，考的是什麼？否定。A 不如 B 怎麼樣？除了不如，還有哪些否定詞？不比、沒有、沒比等等，是吧？那在这4個詞當中，比較的2個對象是南方菜和北方菜。用你的常識告訴老師，哪個地方的菜更清淡？當然是南方菜了。所以呀，我們的答案是什麼？北方菜不如南方菜清淡。我們說呀，南方菜更清淡，北方菜呀比較可能口味重一點，鹽多一點，所以是北方菜不如南方菜清淡。好，我們再來看第8個練習。家裡哪兒都不如溫暖。首先啊，先看到什麼？先看到了哪兒，這是一個疑問詞，說地方的，對吧？看到哪兒，想一想，它呀可能如果是比正着說，那就是在比的後邊。那這道題是什麼？是不如，它是反着說的，是否定句。否定句疑問代詞在哪兒？疑問代詞要在否定詞不如、不比、沒有、沒比這些詞的前邊，非常好，所以一定是哪兒。然後呢，不如之前要放都，哪兒都不如，再引出來你的B，再引出来你的要說的 A， 是不是？然後再說你的形容詞。那在這兒 A 是誰？ A 是家裡。那你的句子是什麼？哪兒都不如家裡溫暖，最高級，家裡最溫暖。好，這些呀就是我們說比較句的一些句型和練習。希望呢說了這麼多，大家下去可以用時間用心再去消化消化。好，今天的課就到這裡，祝大家考試順利，我們下節課再見。